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分享，我是你们的主讲人姓名。今天我们要一起走进一部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马塞尔·普鲁斯特，他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邃的思想内涵，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如梦似幻、充满回忆与感悟的文学世界。普鲁斯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，他自幼体弱多病，却有着极其敏锐的感知力和丰富的内心世界。在创作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的过程中，他将自己完全沉浸在回忆与思考之中，历经多年艰辛，最终为我们呈现了这部鸿篇巨制。这部作品不仅仅是一部小说，更是一部关于时间、记忆、爱情、艺术和人生的哲学思考。它就像一面镜子，让我们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，思考生命的意义。那么，为什么《追忆似水年华》如此重要呢？它对我们的人生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？想象一下，在忙碌的生活中，我们常常被各种琐事和压力所困扰，忘记了停下来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而追忆似水年华就像是一位智慧的长者，引导我们穿越时间的迷雾，去追寻那些被遗忘的美好瞬间，去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。它让我们明白，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我们拥有多少物质财富，而在于我们如何感受和体验这个世界，如何在回忆中找到前行的力量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了著名作家安德烈·莫洛亚对普鲁斯特的评价。普鲁斯特的叙述者从贡布雷的床到盖尔芒特的沙龙，从巴尔贝克的海岸到巴黎的街道，从维尔迪兰家的聚会到盖尔芒特家的晚宴，从诗人的爱情到叙述者的爱情，从叙述者的童年到叙述者的成年，从叙述者的健康到叙述者的疾病，从叙述者的孤独到叙述者的社交生活，从叙述者的现实到叙述者的梦境，从叙述者的清醒到叙述者的幻觉，从叙述者的意识流到叙述者的潜意识，从叙述者的时间感受到叙述者的时间观念，从叙述者的生命体验到叙述者的死亡思考。这段话生动地概括了《追忆似水年华》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主题，也让我们对这本书充满了期待。接下来，就让我们一起深入探索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的奇妙世界。1. 时间的流逝与记忆的珍贵。在《追忆似水年华》中，时间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。普鲁斯特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时间的无情流逝，以及人们在时间面前的无能为力。然而，他并没有陷入消极的悲观情绪中，而是通过对记忆的强调，为我们找到了一条与时间抗衡的道路。普鲁斯特认为，时间是线性的，它不断地向前发展，将我们带离过去，带向未来。然而，记忆却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它可以打破时间的限制，让我们重新回到过去的某个瞬间。在记忆的世界里，过去并没有消失，而是以某种方式被保存下来，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。记忆可以分为两种，一种是记忆的回忆，另一种是下意识的回忆。记忆的回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回想过去的事情，比如我们回忆起童年的某个场景、某个朋友或者某件事情。这种回忆是受我们主观意志控制的，它往往是不完整的、片面的，甚至可能会受到我们当前情感和认知的影响。而下意识的回忆则是那些在不经意间被触发的回忆，比如我们闻到某种熟悉的味道，听到某段音乐，或者看到某个场景时，突然想起了过去的某个瞬间。这种回忆是更为真实、深刻的，因为它不受我们主观意志的控制，而是直接来自于我们内心深处的某种情感共鸣。1. 学会珍惜当下。既然时间在不断的流逝，我们无法阻止它的脚步，那么我们就应该学会珍惜当下的每一刻。不要总是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中，也不要总是为未来的事情而焦虑，而是要用心去感受当下的生活，去体验每一个瞬间的美好。培养敏锐的感知力。下意识的回忆往往是由我们的感官所触发的，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培养敏锐的感知力来增强我们的记忆。比如，我们可以多去感受大自然的美景，聆听鸟儿的歌唱，感受微风的吹拂。我们可以多去品味美食的滋味，感受不同食材在舌尖上的碰撞。我们可以多去欣赏艺术作品，感受画家、作家、音乐家们所传达的情感和思想。3. 记录生活中的美好瞬间。我们可以养成记录生活中美好瞬间的习惯，比如写日记、拍照、录像等。这样，当我们在未来的某一天回忆起过去的时候，就可以有更多的素材和回忆可以追溯。同时，记录生活中的美好瞬间，也可以让我们更加关注生活中的积极面，从而提高我们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。正如普鲁斯特在书中所说，虽然我们知道再无希望，我们仍然期待。等待稍稍一点动静，稍稍一点声响，这句话深刻地表达了人们对过去美好回忆的眷恋，以及对时间流逝的无奈。但同时，它也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，因为每一个瞬间都可能是我们未来回忆中的珍贵宝藏。2. 爱情的复杂与美好。爱情是追忆似水年华中另一个重要的主题。普鲁斯特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爱情的复杂性和多样性，以及爱情对人们内心世界的影响。
在他的笔下，爱情既是一种美好的情感，又是一种痛苦的折磨；既是一种甜蜜的享受，又是一种残酷的考验。普鲁斯特认为，爱情是一种复杂的情感，它不仅仅是对另一个人的爱慕和渴望，更是一种对自我的探索和认知。在爱情中，我们往往会把自己的情感、欲望、恐惧和希望投射到对方身上，从而形成一种复杂的情感关系。爱情可以分为两种，一种是激情之爱，另一种是伴侣之爱。激情之爱是一种强烈的、冲动的、浪漫的情感，它往往伴随着强烈的身体吸引力和情感上的兴奋感。伴侣之爱则是一种更为稳定、持久的情感，它建立在相互信任、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上。激情之爱虽然热烈，但往往难以持久，而伴侣之爱则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和维护。一、理解爱情的本质。通过对追忆似水年华中爱情故事的分析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爱情的本质。我们可以认识到，爱情不仅仅是浪漫和甜蜜，更是一种责任和承诺。爱情不仅仅是激情和冲动，更是一种理智和克制。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了爱情的本质，我们才能在爱情中找到真正的幸福。二、学会经营爱情。爱情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和维护。在爱情中，我们需要学会沟通、包容、理解和信任。我们需要学会表达自己的情感和需求，同时也需要学会倾听对方的意见和建议。我们需要学会在爱情中保持自我，同时也需要学会为对方做出适当的妥协和让步。三、珍惜爱情。爱情是一种珍贵的情感，它需要我们用心去珍惜。在爱情中，我们需要学会感恩，感恩对方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我们需要学会珍惜，珍惜每一个美好的瞬间。我们需要学会付出，付出我们的时间、精力和真心。只有当我们真正珍惜爱情，我们才能在爱情中收获真正的幸福。普鲁斯特在书中对爱情有着深刻的描写，爱情的出现具有随机性，就像在贡布雷花园里的山楂花一样，偶然的出现在我们身边。这句话告诉我们，爱情是一种不可预测的情感，它可能会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。同时，它也提醒我们要珍惜爱情，因为爱情的出现是偶然的，而它的离去却是必然的。三、艺术的魅力与力量。在追忆似水年华中，艺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。普鲁斯特通过对绘画、音乐、文学等艺术形式的描写，展现了艺术的魅力和力量。他认为，艺术是一种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表达方式，它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和意义。普鲁斯特认为，艺术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，它不仅仅是模仿现实，更是对现实的重新诠释和创造。在艺术创作中，艺术家们将自己的情感、思想和体验融入到作品中，从而赋予作品以生命和灵魂。艺术的价值在于它能够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和思考。不同的艺术形式可以激发人们不同的情感体验，比如绘画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色彩和形状的美，音乐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旋律和节奏的美，文学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语言和文字的美。同时，艺术也可以让我们对人生、对世界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思考。一、欣赏艺术。欣赏艺术是感受艺术魅力的重要途径。我们可以多去参观博物馆、美术馆、音乐厅等艺术场所，去欣赏不同类型的艺术作品。在欣赏艺术的过程中，我们可以尝试着去理解艺术家的创作意图，去感受作品所传达的情感和思想。二、参与艺术创作。参与艺术创作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体验艺术的魅力。我们可以尝试着学习绘画、音乐、舞蹈、文学等艺术形式，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。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，我们可以释放自己的压力，放松自己的心情，同时也可以提高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。三、将艺术融入生活。我们可以将艺术融入到日常生活中，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。比如，我们可以在家里摆放一些艺术作品，装饰我们的生活空间。我们可以听一些优美的音乐，舒缓我们的情绪。我们可以阅读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，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。普鲁斯特在书中对艺术有着深刻的见解。艺术作品是艺术家们用心灵雕刻出来的时光致敬，它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另一种可能。这句话告诉我们，艺术是一种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表达方式，它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和意义。同时，它也提醒我们要珍惜艺术，因为艺术是艺术家们用心灵雕刻出来的珍贵宝藏。四、社交的复杂与价值。在追忆似水年华中，社交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主题。普鲁斯特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社交场合的复杂性和多样性，以及人们在社交场合中的行为和心理。在他的笔下，社交既是一种人际交往的方式，又是一种自我展示的舞台；既是一种获取信息的途径，又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手段。普鲁斯特认为，社交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，它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、权力关系、情感交流等方面。在社交场合中，人们往往会根据不同的场合和对象，调整自己的行为和语言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社交的价值在于它可以满足人们的社会需求。在社交中，
我们可以结交新朋友，拓展我们的人际关系，我们可以获取新的信息和知识，拓宽我们的视野。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情感和经验，获得他人的理解和支持。同时，社交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归属感和安全感。一、学会社交技巧。在社交场合中，我们需要学会一些基本的社交技巧，比如如何与人打招呼，如何进行自我介绍，如何与人交流等。我们需要学会倾听他人的意见和建议，同时也需要学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。我们需要学会在社交场合中保持自信和从容，同时也需要学会尊重他人。二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。在社交中，我们需要努力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。我们需要真诚地对待他人，尊重他人的感受和需求。我们需要学会与他人合作，共同解决问题。我们需要学会在社交中保持真诚和善良，同时也需要学会保护自己。三、拓展社交圈子。我们可以通过参加各种社交活动，比如聚会、沙龙、志愿者活动等来拓展我们的社交圈子。在拓展社交圈子的过程中，我们可以结识不同类型的人，了解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。我们可以学习到新的知识和技能，同时也可以获得新的机会和挑战。普鲁斯特在书中对社交有着深刻的描写，在社交场合中，每个人都在努力地展示自己最美好的一面，但同时也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。这句话告诉我们，社交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，它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情感交流。同时，它也提醒我们，在社交中要保持警惕，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。5. 回忆的价值与力量。回忆是追忆似水年华的核心主题之一。普鲁斯特通过对回忆的描写，展现了回忆的价值和力量。他认为，回忆是一种能够让我们重新体验过去的方式，它可以让我们从中汲取力量和智慧。回忆是一种心理现象，它是我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重新体验和认知。在回忆中，我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的情感、需求和价值观，对过去的事情进行选择性的回忆和重构。回忆的价值在于它可以让我们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到经验和教训。通过回忆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，认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。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人，体会他人的感受和需求。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世界，了解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。同时，回忆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连续性和意义。1. 学会反思。回忆是一种反思的方式。我们可以定期地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反思，回顾自己过去的行为和决策，总结经验教训。在反思的过程中，我们可以尝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，去思考问题的本质和根源。2. 珍惜回忆。回忆是一种珍贵的财富。我们可以珍惜自己的回忆，将它们记录下来，比如写日记、拍照、录像等。我们可以与他人分享我们的回忆，与他们一起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。同时，我们也可以通过回忆来激励自己，让自己更加努力地追求自己的梦想。3. 利用回忆的力量。回忆可以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。我们可以利用回忆来激励自己，让自己更加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。我们可以利用回忆来安慰自己，在困难的时候给自己一些温暖和力量。我们可以利用回忆来创造新的回忆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普鲁斯特在书中对回忆有着深刻的描写，回忆是我们唯一真实的财富，它是我们唯一可以永远拥有的东西。这句话告诉我们，回忆是一种珍贵的财富，它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同时，它也提醒我们要珍惜回忆，因为回忆是我们唯一可以永远拥有的东西。以上就是我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关于追忆似水年华的内容。追忆似水年华是一部充满智慧和哲理的作品，它让我们对时间、记忆、爱情、艺术和社交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思考。它就像一盏明灯，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，指引着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断探索和追求。那么，如何才能真正地理解追忆似水年华的价值呢？答案就是阅读和践行。阅读这本书可以让我们沉浸在普鲁斯特的世界中，感受他的情感和思想。践行书中的理念，可以让我们将书中的智慧运用到生活中，从而改变我们的生活。最后，我想用一句话来分享给大家：人生就像一本书，而追忆似水年华就是其中最精彩的一页。让我们一起阅读这本书，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人生。希望大家在阅读追忆似水年华的过程中，能够收获快乐、感悟和成长。谢谢大家。